万历47年的深冬，紫禁城温暖干燥。万历皇帝盯着桌上那张毫无破绽的萨尔浒合围沙盘，心中早已敲定了战后的封赏名单，甚至提前预想好了大军凯旋的庆功宴。他笃定这是一场零风险的碾压之战。大明倾尽举国之力筹备整整1年，11万精锐进出，兵力、火器、后勤、法理，全方位碾压蛮荒辽东的女真部落。可他永远不会知道，此刻千里之外的辽东雪原，冰冷的大雪已经埋住了前线士兵的膝盖，数万明军将士身陷泥泞，饥寒交迫。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完美围剿，早已在风雪中悄然崩塌。没有人预料到结局，仅3天，四路大军全线崩盘，数万精锐埋骨雪原，大明200多年的天朝自信被这场暴雪彻底冻碎。为什么一场全员看好、纸面满分的必胜之战，会变成一场急速溃败的单方面屠杀？萨尔浒之战从来不是简单的兵力对决，而是僵化体系与鲜活现实、纸面完美与战场变量、固有认知与顶级算法的降维博弈。今天我们用现代底层逻辑拆解这场改变中国300年格局的宿命式认知惨案。在主帅杨镐的军事沙盘里，萨尔浒之战没有任何输的可能。他制定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标准、最工整、最无可挑剔的4路同步合围战术。东南西北4路大军分进合击，层层压缩，彻底锁死后金所有退路，所有机动空间，闭环无死角。从军事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来看，这套战术挑不出半点毛病。兵力绝对占优，合围阵型完美，分工清晰明确，后勤补给充足。彼时的大明精锐更是装备碾压蛮荒女真。先进的火绳枪，威力巨大的大将军炮，精良的单兵甲胄，冷热兵器齐备，纸面战力遥遥领先。在朝堂百官、全军将士眼里，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稳赢碾压局。但博弈论最残酷的铁律在此刻应验：越完美的静态计划，越无法适配瞬息万变的动态现实。人类绝大多数的颠覆性溃败，从来不是源于实力不足，而是源于执行者沉迷纸面完美，刻意忽略所有现实变量。大明的4路合围天罗地网，暗藏一个致命死穴。这套战术极度依赖全军信息同步，极度依赖统一行军节奏。一旦节奏错乱，信息中断，看似无懈可击的合围会瞬间沦为被逐个击破的致命牢笼。真正击溃大明11万精锐的，不是八旗骑兵的勇武，而是辽东突如其来的暴雪，以及大明彻底瘫痪的信息指挥系统。暴雪封山，道路泥泞，能见度近乎为零。4路大军同属一场战役，却被风雪切割成4个彻底孤立的战场，彼此失联，互不知晓。各路大军的行军位置遭遇敌情伤亡情况求援信号，后方指挥部一概不知，一概无法调度。杨镐坐在安稳的沈阳指挥中枢，守着完美无瑕的沙盘，却彻底丧失了对前线战场的所有掌控力。这就是大型组织最恐怖的信息黑洞，体系越庞大，层级越繁琐，流程越标准化，一旦外部环境突变，信息传导会瞬间彻底瘫痪。而这场溃败中最悲壮也最发人深省的一幕，来自主将杜松。为了严格执行总部同步合围的完美计划，为了抢占头功，按时抵达指定战场，杜松不顾暴雪严寒，不顾士卒疲弊，不顾地形凶险，强行率军渡河夜袭。雪原漆黑无路，他下令全军点燃火把，数万明军的灯火连成绵延数里的金色长龙，在死寂的雪原上格外耀眼。
这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悲壮也最愚蠢的一幕。为了死守一套僵化的完美计划，杜松亲自给死神点亮了指路的灯。明明可以隐蔽行军伺机突围，却为了适配纸面流程，主动暴露所有行踪，成为后金骑兵的活靶子。这一刻的明军，每一次拼命赶路，每一次强行执行，都不是在靠近胜利，而是在加速走向灭亡。方向错了，极致的努力只会换来极致的绝望。长久以来，很多人把努尔哈赤的胜利简单归结为骑兵强悍、运气极佳、胆识过人，但拨开战争的表象，这是一场顶级野生算法对臃肿官僚体系的全方位智商碾压。当杨镐在沈阳腹地反复传令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全军按原计划同步合围，死守纸面流程不肯变通时，努尔哈赤早已看穿了大明体系的所有漏洞。面对思路看似声势浩大的明军，他说出了那句颠覆战局、流传千古的顶级博弈判词：平儿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。这不是匹夫之勇，这是精准到极致的概率博弈，是看透全局的降维打击。努尔哈赤无比庆幸，明军手握全局兵力优势、资源优势、装备优势，但风雪断连之后，每一路孤军都是绝对弱势。杨镐在和他的完美计划谈恋爱，沉迷纸面数据僵化流程无法自拔，而努尔哈赤在和鲜血淋漓的现实肉搏，顺势而为，随机破局，精准致命。大明追求全局平衡，面面俱到，稳妥无措。努尔哈赤彻底放弃平衡，放弃分散防守，放弃所有次要战场。6万8骑精锐全员集结，单点聚焦，舍弃所有冗余布局，只为制造局部绝对碾压。在每一场局部遭遇战中，以多打少，以强击弱，用无数场小胜利堆叠出最终的全局大胜。这就是博弈论最残酷的核心真理。全局优势只是虚假的纸面数据，局部可控优势才是决胜的真实战力。大明输在过于完美的面面俱到，后金赢在极致精准的单点击穿。杜松部全军覆灭，马林部全线溃败，刘听部战死沙场，李儒百部仓皇逃窜。短短3天，大明筹备1年的天罗地网，被这套极简高效、适配现实的顶级算法彻底撕碎，碾成齑粉。庞大、规整、看似无懈可击的大明官僚战争体系，在灵活、精准、狠厉的现实博弈面前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就在这页完美沙盘图纸翻动的瞬间，辽东11万精锐已然彻底消散在茫茫雪原之中。萨尔浒之败从来不是输在武器装备、士兵战力、粮草后勤，而是输在刻入骨髓的认知傲慢与体系僵化。万历年间的大明精英阶层深陷天朝上国的固有执念，只会照搬祖宗兵法，套用纸面战术，死守标准答案。他们迷信流程，迷信规则，迷信完美预案，坚信一套打磨好的计划可以战胜所有未知的战场变量。回望朱元璋、朱棣时代的大明铁军，从不拘泥任何定式，灵活应变，顺势破局，以弱胜强，靠的是实战思维，而非纸面规矩。短短200年，大明从灵动善战、锐意进取，沦为僵化臃肿、固步自封。所有大型组织的终极宿命，全都逃不开这条规律。当系统的复杂程度彻底超过了管理者的认知能力，溃败便是唯一结局。当流程大于实战，纸面大于现实，傲慢大于敬畏，规矩大于变通，失败只是时间问题。萨尔浒一战
彻底打掉了大明100年底气，硬生生打出了后金的开国国运。从此，大明由攻转守，彻底被动，辽东战局全盘崩坏，王朝覆灭的伏笔再次彻底埋下。萨尔浒之战看似是400年前的王朝战争，实则是当下每个人的生存缩影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信奉完美计划，依赖固有优势，死守既定规则。但现实从来不会按照剧本走，变数永远无处不在。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靠纸面完美、资源堆砌、流程规整，而是源于动态适配变化、集中核心优势、精准击穿关键节点的顶级思维。这也是最扎心的真相。很多时候，你手握满满优势，手握完美方案，却依然输得一败涂地。因为你和当年的大明一样，困在固化的认知里，输给了瞬息万变的现实变量。历史没有重来，但思维可以终身复盘。我是林良和，拆解顶级历史博弈，跳出固化认知陷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